这里是中国云南省哀牢山禁地，从远处看去，一片片低矮的房屋并无异样，然而这里却空无一人。而不远处幽深的滇池湖下面，竟然还隐藏着一个消失在历史中的国度。直到现代的一次意外考古发现，才证实了一个东方亚特兰蒂斯古老国度的存在，而它留下的古老巫术或许也遗留下了为祸千年的隐患。村民集体猝死，连夜逃离的古老村落，这一切的背后，是否是古老巫术留下的邪物作祟？今天就让我们再次深入中国这片险地，去探究一个古今交错的秘密。中国的云南，这里自古以来就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以及口口相传的古老传说。比如在抚仙湖一带，就流传着一个神秘古国的故事。在公元前278年，因为楚国想要扩大自己的版图，所以派大将庄乔进攻巴蜀。庄乔一路凯旋，先后征服了巴郡、蜀郡以及黔中以西的领地，直到进入了滇池地区。原本还想继续为国建功的他，却突然收到了国破家亡的消息。楚国已经在秦军的铁蹄之下不复存在，他也成了无王之人。而前来接收巴蜀领地的，也成了秦国的大军。退无可退的庄乔只得带领手下士兵收编了滇族，自此成为了第一任的滇王。后来因为滇王归降汉武帝，汉武帝也允许滇王在此继续做他的一方大王。但中国史书上不知为何，几乎再难见到有关滇王的记载，甚至中国有很多学者开始质疑这个国度的真实性，毕竟没人真的知道它在哪里，而又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直到1955年，那时中国的乡野考古活动刚刚展开，而云南的广袤山林之间，现存的保留着古老文化传统的民族都数量众多，更何况是历史上曾存在过的各种古国。一时间，这里也成为了考古学家们的焦点。首先进行发掘的就是位于昆明的石寨山，由云南省博物馆牵头，组建了一个庞大专业的考古队伍。这次考古队前后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总共清理了20多座古墓和遗址，其中有2件充满邪魅色彩的青铜器，据说当年所有亲眼目睹过的人都感觉瘆得慌。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一件象征滇王身份的文物出土。在石寨山其中一座古墓之中，有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为之精神一振的发现，那就是这枚刻有滇王之印的黄金印。看到印面上的4个小篆大字时，在场的学者无一不感到惊喜。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兴起衰落的朝代和国家都太多了，遗留下来的历史记录与数千年的历史相比，只能算管中窥豹。而这枚滇王印的出土，则是第一次做到了史料与实物相印证，不仅又一次佐证了《史记》的真实性，更是揭开了古滇国神秘面纱的一角。在平复了内心激动的情绪之后，专家们开始仔细端详起这枚金印。只见它通体由黄金打造，印钮为一条盘身昂首的怪蛇。只是我保证你现在脑子里想到的和实物画面绝对不同。这条蛇的盘法居然是躺倒在地上，与其说是盘着，倒更像是在绞杀猎物的姿势。蛇背上还有清晰的鳞片，蛇的双眼则是异常凸起，在文物中属于相当少见的画风。印面是各边长 2.4 公分左右的正方形，整体高度大概2公分。这个大小在汉朝的遗址中是属于诸侯级别的，可上面的字又清晰地表明了这是一枚王印。这种规制与身份不对等的情况，似乎也暗示了滇王身份的特殊性。在找到了古滇国的线索之后，考古队的成员仿佛受到了鼓舞一般，又连续在李家山、金莲山上找到了大量的青铜器。专家们认定，这些一定都是古滇国的文物，因为大部分青铜器上都有着相似的图腾蛇。
比如这件青铜扣饰，乍看之下好像就是一群牧童放牛的场景，但是如果细看它的内容，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感。你看着牛角之上正穿刺着一个孩童，细看牛身还有着规则的花纹，给人的感觉像是披盔戴甲。但最为诡异的地方在于束缚牛腿的麻绳，在一根铜柱上缠绕一圈后，竟是由地上的一只大蛇死死咬住的。这时再仔细看着铜扣的场景，竟然所有人物都踩在两条互相缠绕的大蛇身上，既有一种艺术上的美感，但是又让人完全想不明白，为何滇人的日常配饰上会刻画如此诡异的画面。蛇这种动物在他们的生活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然而还没等专家们想明白眼前的问题，紧接着2件更大的青铜器的出土，诡异又邪魅，让所有人都感到汗毛直立，心中也生出了一个大大的疑问：这古滇国到底是做什么的？众所周知，早在商朝，中国就已经开始使用海贝作为货币，而为了大量储存这种货币，中国西南地区的人们发明了一种名为贮贝器的青铜器，其实就类似于我们今天使用的存钱罐。而在这次石寨山的发掘过程中，就出土了2件这样的文物。2件文物的封盖上描绘着古滇国血腥的祭祀与施咒的场景。第一件文物被命名为杀人祭柱，从名字上我们就能大概了解，它描绘的内容是用活人作为祭品献给古滇人崇拜的图腾。器身上有着清晰的刻线，描绘的是赤裸上身的男子手持不同武器狩猎的场景。在它上面还有一个直径31公分左右的盖子，其上用青铜雕像展现的就是一次古滇国的祭祀场面。其上有碑有表，还有2面铜鼓。参与者共计52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女祭司承肩于入场，前有2神官助导，又有2侍卫开道。而祭礼施行之处，则是一副血腥残忍的场面。祭礼位于整个场景的正中，祭品乃是3名活人，一人被双手反绑于木牌之上，头发还被吊起紧缚于木牌顶端。一人坐于地上，左脚上有着沉重的枷锁，还有一人浑身赤裸，双手反绑跪于祭台之前。3名祭品周围有执剑或持斧的行刑者，看样子片刻之后就要夺去祭品的性命。如此庞大的祭祀场面，自然要有一个祭拜的目标。从这件文物的名称杀人祭柱，我们也能知道它肯定是一根柱子，只是这柱子的顶端还有一只蓄势待发的猛虎，而在铜柱之下居然还盘踞着一条鳄鱼。但真正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则是铜柱上面盘绕着2条大蛇，居然又是双蛇盘绕。这独特的场景在古滇人的文化中究竟代表了什么？从这铜柱整体刻画的细致程度来看，它们甚至不像一般的龙盘柱那样简单的从底层一圈卷盘绕上去，而是像真正的蛇一样，各自呈现出不同的攀附姿态。可见制作者并非仅仅在雕刻一件图腾，而是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场面。这铜柱之上就是有2条真正的大蛇，正等待着祭品的供奉。而看场中众人井然有序的样子，就能知道这种祭祀活动一定已经举办多次。那每次祭祀之时，是会随便抓2条蛇来吗？还是说他们始终祭拜的，不断出现在他们生活中的，都始终是这2条蛇？专家们带着同样的疑问，又将目光转向了第2件发掘出来的贮贝器上。它的封盖同样描绘了一场祭祀，专家们将它命名为祖盟场面。所谓祖盟，其实就是起誓结盟。这里的祖字指的就是通常立下这种誓言时都会附带一个违背誓约后的天罚。在更为相信天命的古代，用这种手段就能证明自己的诚意，也能让立誓的人日后有所忌惮。但古滇国的祖盟场面则是另一种情形，并非是2人结誓，而是在有重大事件时
向天起誓结盟，来换取一个有利的结果。这个组盟场面记载的就是滇王向天起誓的画面，在场景之中同样可见两面巨鼓。整个场景中除去残缺不全的人像多达127人，可见这次活动的隆重程度要远胜于普通祭祀。建筑之后还有一裸体男子被当作祭品，可见在古滇国的文化中，活人就是仪式上必备的祭品。建筑之内有一妇女显著的异于常人，她的体型远超周围的人。通常来讲，这或许说明这个女子有着很高的地位。对这名女子着装的刻画极为细致，从发髻耳环到手镯衣扣，全都清晰可见，看起来像一个女祭司。难道当时真的有一名体型如此壮硕的女祭司吗？然而整个场景中最值得注意的仍然是那个经典的图腾，青铜立柱之上又是2条大蛇盘旋。每个专家都对此陷入了沉思，然而他们还没想到接下来的发现会让古滇国陷入更大的谜团之中。前面已经说过，这次考古总共在3座大山上进行，石寨山、李家山和金莲山。石寨山乃滇王墓葬遗址，李家山上出土了众多青铜器，乃贵族之墓，而最后一座金莲山应当就是当时滇国平民的墓葬所在。原本平民墓除了能看到一些民间墓葬风俗外，是很难出土精致文物的，因此考古价值就会略低一些。但当考古队发掘出大量的滇民尸骨后，每个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他们都在不住地思考，古滇国到底遭遇了什么？在平民墓葬中有着大量的尸骨，并非是那种常年累计导致的人数多，而是同一时间被埋葬的人太多了。不光如此，通过对骨龄进行检查，死者以30岁上下的青壮年为主，不分男女，同时还有大量的婴儿尸骨。如此大量的集中死亡，甚至让考古队员怀疑是不是挖到了万人坑。难道说有人攻破了滇国防线，并坑杀了平民百姓吗？但是综合3座山上的墓葬来看，此处就是滇国自己的平民牧场无疑。但经过专家们仔细查看后，所有人死状正常，尸骨上也没有明显的外伤，也就是说，这些人就是自然死亡的。此时又有专家想起，在汉武帝册封滇王之后，几乎就再没在史册上见过这个国家的信息。而当地居民的传说中，这3座山间巨大的抚仙湖就是一个遭受天罚的城池。是否这一切都有所联系？执着于以人祭天起誓的滇王是否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以至于整个国家都遭受了灭顶之灾呢？时间来到了21世纪初，云南省的考古队终于有了足够的资源和技术，可以对抚仙湖水下的世界进行探索。虽然早就有所猜测，但当水下巨大的建筑阴影呈现在专家们眼前时，还是震慑了现场的所有人。原来传说是真的，原来抚仙湖下真的曾经有座古城，而这座古城就是神秘消失的古滇国。在2010年前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滇池进行了数次水下勘探，果然水面之下也有着大量古建遗迹，而且从各方面看来，与抚仙湖下当属同一文明，也就是曾经在此被证实存在的古滇国。因为而根据地质学家分析，当这个国度还在地面之时，滇池还远没有现在这么大。也就是说，当古滇国沉入地下之时，滇池还迎来了一次暴涨，这才成为了如今云南省最大的淡水湖。如今能够发掘到的滇国城池遗迹居然全在水下，还有神秘死亡的大量平民，是否在向我们展示着古滇国消失的原因呢？视频前面讲到的那2件散发着邪异气息的青铜器，其上记载的神秘祭祀仪式是单纯的愚昧的信仰，还是真的换来了滇国一时的强盛，却也招来了不可避免的灾祸？这一系列的问题
不仅困扰着每一个参与考古的人员，甚至还成为了很多网络文学的灵感来源，也因此让古滇国被更多人所知。在中国曾经红极一时的盗墓小说《鬼吹灯》系列中，就有一本《云南虫谷》，其中对古滇国也有叙述。作者虚构了古滇国中信仰之争的故事，其中有一部分人不再信奉滇国自己的图腾，转而去祭拜邪神。他们被驱逐出了滇国，来到了澜沧江边，首领自封为献王，继续寻求着长生之法。而他们施行的藤树巫法，不仅造出了可怕的怪物，还彻底改变了附近山林的环境。剧毒的大雾封锁了山野，让外人永远无法进入献王的陵墓。当然，这些东西都是作者根据各种民间传说虚构的，但它灵感的来源就是古滇国，以及如今依然迷雾重重、发生大量离奇死亡事件的哀牢山。2021年11月13日，曾有4名隶属于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的科考队员深入哀牢山迷雾丛林中进行勘察，但是明明已经到了计划中的返程汇报日期，这4名科考队员仍然不见踪影。这时调查中心才意识到可能出了问题。不过因为哀牢山本就地形复杂，而且生长着茂密的原始森林，无法进行空中搜索，导致只能采用人海战术，从地面上搜寻失踪人员。即便是出动了警察、消防、救援队，甚至找了大量当地人作为向导，但是因为多变的天气，搜救行动始终毫无收获。当救援人员最终发现科考队员时，只看到了他们冷冰冰的尸体，4名科考队员无一生还。但略显诡异的是，4人之中有3人死在一处，另有1人则是单独死在了相距甚远的地方。在他们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根据事后的官方报告，4人的死因均为失温。这在户外探险活动中倒确实是一个十分常见的危险因素。但是根据对现场细节的描述，也有不少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首先，4名队员是专业人士，进山之前可以说是全副武装，不仅穿着了保暖内衣和冲锋衣等，甚至还携带了雨衣，就是为了能在多变的天气条件中维持体温。而且几人携带的口粮也完全没有动过，说明他们出现危险时甚至还没到需要补充一次体力的时候，可见这次危机来得如此迅猛。而之所以搜救队迟迟不能找到他们，也是因为他们本应打开的卫星定位系统始终处于关闭状态，这对于几位专业人士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犯的错误。无论是为了在山中导航，还是在出现危机时进行求救，他们都可以使用这个设备，但却没有一个人有机会去打开它。种种疑点让很多人不相信官方给出的说法，而是觉得在哀牢山中一定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可以悄无声息地夺走人的生命。因为在31年前，这里就曾发生过大量的村民集体死亡事件，就在视频开头提到的空无一人的荒村。那是1993年7月的一天，身处于哀牢山腹地的石崖口村中，后被当地人称为诅咒村。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刚从田间归来，想要叫起自己的老母亲吃午饭，可是在院中呼喊数声，也没有得到母亲的回应。带着几分疑惑，小伙走进了屋中，只见母亲还是安详地躺在床上，但是无论他怎么呼唤，母亲都没有任何反应。当他走进床前，亲手触摸到母亲的脸庞时，心中可怕的猜想终于应验，母亲竟然在睡梦中去世了。然而噩梦还没有结束，小伙此时还在呼喊自己的妻子，想要将老人尽快送往医院，说不定还能抢救回来。然而妻子才刚回应了他一句，就突然倒地抽搐不止，紧接着也完全失去了声息。接连失去了2位至亲，小伙的脑子已经乱了。他也没想到要找法医确认死因，只想赶紧让2人入土为安，于是叫来了亲友帮忙料理后事。可就在自己的小姨子、
前来祭拜完姐姐之后，竟也倒在了回家的途中。同一天，村中还有另一人突然暴毙，接连死去的4人让所有人都开始惶恐。他们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知该如何应对。当地卫生部门知晓情况后，立刻派来了医疗队伍。但是无论是对死者家中进行调查，还是对村落的整体环境进行检测，全都没有任何可疑之处。既不是药物原因，也不是细菌病毒，当时的天气和死亡的情况也不会是瘴气中毒。但因为当地居民的信仰问题，调查人员也无法开棺验尸，只能根据死者亲属的口述去推断出一个死因：心肌炎猝死。但这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即便几人真的都是因为疾病暴毙，怎么可能那么巧都是同一种病，又都在同一天内接连发作？这种说法自然是连村民都无法说服，但是调查人员也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只能匆忙收拾设备离开了村落，留下了一众仍处于惶恐中的村民。调查队刚走没几天，又有一名青年村民在睡梦中死去，同一天他的弟媳也莫名死亡。没过2天，还没从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中走出来的死者老父亲，竟也毫无预兆地紧随他们而去。这种每次都以家庭为单位的突然死亡事件，让诅咒村彻底慌乱起来。每个人都开始烧香拜神，祈求上天的保佑。更有甚者，直接收拾好行囊，举家搬离这里，似乎只要能出了哀牢山，就可以避免灾祸的牵连。接下来的2个月里，村民的祷告也并未驱散死亡的阴云，先后又有5人不明不白地失去了生命。因为事情实在闹得太大，已经惊动了中央，因此中国政府直接派专家团来到了哀牢山中，想要破解突然死亡的谜题。在对所有村民进行检查之后，专家得出了一个结论：诅咒村的村民全都患有慢性克山病。这是一种因为缺硒而导致的疾病，发作时可能会出现猝死情况，因此要为村民补硒。在所有人都按时服药之后，问题似乎确实解决了。接下来的1年里，再没出现过猝死现象。但当第2年的夏日再次来临时，又有人倒在了地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数年，来了一波又一波的专家，却始终没人能找到真正的原因。但是无论是检查当地人的食物水源，还是检查死者的血液，也并未发现任何病毒的踪迹。在事发数年后，又有学者通过总结死亡规律，发现每次猝死事件爆发都集中在了夏天，而夏天正是哀牢山中降雨频繁的季节。会不会是水流来源的增加带来了某些平时检查不到的病毒？于是当地政府又拨款为村中修建了清洁的饮水系统，而且还建立了医疗所，一方面要对村民进行定期体检，一方面也可以在病发时及时施救。这一次专家们似乎找对了方向。接下来的数年间，虽然还偶有猝死事件发生，但再也没有出现过集中死亡事件。看来偶尔的个例也真就只是特殊情况而已了。笼罩哀牢山的死亡阴影似乎真的已经散去。2002年又是一个夏天，在短短2个月时间内，有24个村民出现了猝死情况。好在急救人员始终没有放松警惕，在他们的努力下，从死神手中抢回了16人的性命。但还是有8个村民或因发作时身边无人，或因病症过于猛烈，不幸离开了人世。原来死亡暗影从未散去，只是在悄悄积攒力量，想要一举让所有人都见识到它的可怕。此时从第一次有人猝死已经过去了将近10年，来来去去的专家团队更换了数批，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哀牢山中总会有人突然死亡。最终无奈之下，当地政府只能安排诅咒村全体搬迁，而早已被这种怪事吓得不轻的村民也全都同意了搬迁计划。好在迁出哀牢山范围后，村中再也没有过类似事件发生，似乎只有在那座山里，
真的有什么东西在觊觎着鲜活的生命？如今快30年过去，竟又有4名专业人士在哀牢山中丧生，同样是身上毫无痕迹，同样是死得不明不白，不得不让人想起当年诅咒村的事件。然而，除了这2起比较著名的案件，哀牢山中还曾经发生过数起失踪死亡案件。每次死者被发现时，仿佛都是突然被夺去了生命力。如今，虽然中国政府在努力开发哀牢山景区，但是对游客开放的也仅仅是最外围的区域，真正的山林深处，即便是工作人员也极少进入。就这样，这座哀牢山变成了中国云南的一个死亡禁区。虽然今人已无法踏足，但在古代，这里也曾有一个与古滇国并称的王国哀牢国。这2国有众多相似之处，比如最早的记录都是在战国时代，而也都是到了汉朝就突然在历史上消失。传说他们的开国领主名为九龙，乃是天神降临，有着人面蛇身，是伏羲的造物。他凭借着过人的本领，征服了怒江龙王以及哀牢山主，这才开创了哀牢国。他与滇王之间还曾发生过争斗，2国势均力敌，谁也拿不下谁。虽然九龙看起来像是单纯的神话角色，但是至少在他的故事中，让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情：古哀牢和古滇国之间是有过密切接触的。而更奇怪的是，他们似乎同时消失了。从2国的图腾崇拜中可以看出，他们似乎是对立的2派。古哀牢信奉伏羲真龙，而古滇国崇拜鬼秘双蛇。当把这2种生物作为图腾时，龙相对算是正神，而蛇往往会是邪神。尤其是古滇国血腥的祭祀手段，怎么看都充满邪异之色。是否会是2国因为文化和信仰问题，在争斗之中同时灭亡了呢？古滇国大量平民的死亡，有没有可能就像千百年后的诅咒村一样，是受到某种不明力量的袭击？只是当时这股力量或许正是哀牢国能够操控的武器，但在战争之中，或是因为操控不当，或是因为古滇国的反击，导致这种武器在古哀牢也爆发开来，这才让2国有了同归于尽的下场。而千百年后村民的离奇死亡，只是这件武器溢散出的余威，无意中夺走了数十条无辜的生命。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猜想。毕竟我们已经生活在信息时代，任何现象都应该有一个科学的解释，而不再是像古人一样归结于神明或魔鬼的力量。就像古滇国之所以沉于湖底，那是因为曾经发生过剧烈的地震，而哀牢山之所以危险，也是因为山中磁矿众多，容易导致导航失效。而原始森林中瘴气密布，天气又诡异多变，这才成为了让专业人士也可能丧生的险地。不知了解了哀牢山和古滇国的故事之后，你是否对他们的神秘过往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欢迎大家留言讨论。以上就是本期故事的全部内容。喜欢的观众，麻烦您可以点个关注，点个赞。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会。